3年多了，他们家是一句道歉都没有。我们一说到要求判处极刑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害怕，就扣在地上叩头求我原谅。你说他能不害怕吗？谁的命不是命？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小薇说案。在这里，我们聚焦中国热点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用故事讲述案件，用细节还原真相。小薇说案，让每个故事都有答案。2025年4月8日傍晚的夕阳正为深圳龙华区的一个居民小区镀上温暖的金边。曾艳华女士刚取完快递回到家中，厨房里已经备好食材，正等着女儿悠悠放学回家享用她最爱的炸排骨。这个普通家庭的温馨日常却在10分钟后被一声凄厉的呼救彻底击碎。当她和丈夫冲到楼下时，看到的是倒在血泊中的女儿，而夺走女儿生命的竟是那个他们无偿接送了近3年的同班男孩钟某。这起震惊全国的中学生杀人案，不仅让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4岁，更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家庭教育与社会善意的深度拷问。随着10月1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审理，案件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每一个真相都令人心惊，每一个细节都引人深思。故事的开端原本充满着邻里互助的温情。2022年，悠悠升入初中，与同小区的钟某、陈某某分在同一个班级。考虑到孩子们上学不便，钟某的母亲向悠悠的父亲提出了顺路接送的请求。热心的悠悠父母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随后与陈某某的父亲约定，轮流负责3个孩子的上下学接送。这一接就是整整3年。在曾艳华的记忆里，钟某是个看起来安静内向、颇有礼貌的男孩。每次上下车时，他总会主动问候：“叔叔早上好。”道别时也会认真地说：“谢谢叔叔。”这份表面的乖巧，让曾艳华甚至还曾经对钟某的母亲称赞过这个孩子懂事。他从未想过，这个每天坐自家车往返学校的男孩，心中早已埋下了罪恶的种子。3年间，悠悠和钟某虽同车上下学，却几乎没有过深入交流。悠悠性格开朗，有自己的女生朋友圈子。钟某则总是独来独往，坐在副驾驶座上沉默不语。曾艳华后来回忆，女儿的嘴边常常提起班里的好朋友，但从未出现过钟某的名字。2个家庭也几乎没有私交，仅在小区偶遇时简单寒暄。谁也不会预料到，这种看似平和的同学关系会在中考临近之际以最惨烈的方式终结。2025年4月8日下午，陈某某的父亲像往常一样将3个孩子送到小区大门口后驾车离开。悠悠和陈某某结伴从西南门进入小区，随后陈某某走进了自家楼栋，留下悠悠独自走向居住的5栋，而钟某则独自沿着另一条路线先回到了自己所在的7栋。他并没有立刻回家，而是暗中观察着悠悠的行踪。当看到悠悠独自一人准备上楼时，钟某携带事先网购的黑色折叠刀，从6栋另一侧绕到悠悠面前。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过多的言语，钟某直接持刀向悠悠捅刺。在悠悠倒地呼救的瞬间，他非但没有停手，反而折返回来继续捅刺数刀，直至确认悠悠失去反抗能力后才逃离现场，并将作案工具丢弃在路边。回到家中的钟某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向家人编造了因见义勇为被人砍伤双手的谎言，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另一边，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倒地的悠悠后，立即拨打了110报警。急救人员赶到时，悠悠已因伤势过重，生命垂危，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结果显示，悠悠的死因是失血性休克。那个期待着中考、憧憬着未来的14岁女孩，永远停留在了那个春日的傍晚。
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并非一起临时起意的冲动犯罪，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杀戮。办案民警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钟某案发前删除的网络检索记录，这些记录清晰地展现了他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轨迹。早在2025年3月初，钟某就开始在网上频繁查询与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14岁杀人需要负什么刑事责任、广东省少管所地址等内容。他还专门检索了近年来多起知名的未成年人杀人案件，详细了解案件的审判结果，以此判断自己这个年龄实施犯罪可能面临的惩罚。这种对法律边界的精准试探，绝非年少无知所能解释。更令人震惊的是，钟某最初的犯罪计划并非持刀行凶，而是投毒。他曾在网上搜索无色无味能溶于水的毒药，并尝试购买相关物品，只是由于商家要求出示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的身份证明，而他无法提供，才未能得逞。为了突破购买限制，他甚至专门查看了某大学研究生的学生证样式，企图伪造证件。投毒计划失败后，他才转而网购了作案用的黑色折叠刀。从检索犯罪方法、评估法律风险，到尝试购买毒药、准备作案工具，钟某的每一步都透着超出年龄的缜密与冷血。案发后，他冷静编造谎言掩盖罪行，被抓获后在看守所内抱怨生活又苦又累。庭审时，他先是谎称自己有精神疾病，试图以此逃避法律制裁。在谎言被戳穿后，又在听到死刑诉求时突然下跪道歉，声称自己想要重新做人。整个过程，钟某的表现始终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罪行的真正忏悔。他在口供中声称，作案动机是觉得悠悠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和奶奶生活，家庭环境不好。但这一说法遭到了曾艳华的坚决反驳。他表示自己和家人从未去过钟某家，也不认识他的奶奶，根本不可能存在看不起的情况，这不过是钟某为自己的恶行寻找的借口。庭审现场的证词进一步戳穿了钟某的谎言。钟某及其辩护律师试图将作案动机归结于遭受校园欺凌，声称其长期被同学排挤，但庭审中所有老师的证词和同学的证言都清晰地表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钟某经常欺负其他同学。这种颠倒黑白的辩解更凸显了其主观恶性之深。2025年4月9日，钟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事拘留。4月22日，经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龙华分局执行逮捕。6月9日，该案被移送至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钟某故意杀害同班同学并致其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10月15日，案件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宣布择期宣判。庭审当天，钟某的父亲一见到曾艳华便下跪请求谅解，称钟某的母亲案发后身心俱疲，状态极差，但曾艳华内心的伤痛早已无法愈合。案发后，她瘦了20-30斤，辞去了热爱的工作，无数个夜晚在噩梦中惊醒，梦见女儿被划伤的脸庞，却始终看不清全貌。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案发至今，钟某的家人除了庭审上的这一行为外，从未主动联系过他进行道歉。庭审那天我一进入法庭，他爸爸马上跪地叫我们原谅。他解释说，孩子他妈妈现在吃不好睡不好，整个人很憔悴，怎么不看着我，现在我变成什么模样了？我从一个120斤的人变成90斤。深圳中学生杀人案并非个例，近年来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犯罪低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
全国检察机关起诉14至16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年均上升 7.3%， 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重罪占比超过 20%。 回顾过往，12岁男孩弑母被无罪释放，13岁男孩强暴女孩获释后再杀人等典型案件曾引发公众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激烈讨论，也推动了刑法修正案11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突破了不满14周岁一律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有规定，下调了部分严重暴力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2024年河北邯郸13岁少年杀人埋尸案成为我国首例对12周岁至14周岁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让公众看到了司法对低龄恶性犯罪的严惩态度。但在深圳这起案件中，钟某的行为再次挑战了公众的底线。他出生于2010年4月，作案时刚满15岁，早已具备清晰的认知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其犯罪预谋之缜密、手段之残忍、事后之冷漠，甚至超过了部分成年罪犯。这种早熟的残忍并非个例，在近年来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的未成年人会预谋数月实施抢劫，有的则为模仿网络暴力视频对身边伙伴痛下杀手。这些案件的发生暴露出部分未成年人法律意识的淡薄、生命观念的缺失，更反映出家庭教育的缺位与社会引导的不足。钟某长期与奶奶共同生活，家庭教育的缺失可能导致其性格孤僻、情绪失控，但这绝不能成为其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借口。更值得警惕的是，钟某在作案前对法律边界的精准试探，说明他清楚地知道未成年人这一身份可能带来的庇护。这种对法律的投机心理更需要通过司法判决予以纠正。法律的惩戒功能不仅在于惩罚罪犯，更在于警示他人，预防犯罪。对于钟某这样主观恶性深、犯罪情节恶劣的未成年人，依法严惩既是对受害者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更能向全社会传递年龄不是罪恶护身符的强烈信号，让其他未成年人认清法律红线，让监护人意识到教育缺位需承担的法律后果，从而守护生命至上的价值导向。这起案件最让人痛惜的是对社会善意的重创。悠悠父母3年无偿接送钟某，本是邻里间最纯粹的温暖，多接一个送一个不影响什么，又不会增加费用，没多想就答应了。可这份不求回报的善意，最终换来了刺向女儿的刀。案件曝光后，不少人陷入纠结，以后还能教孩子善良吗？帮人会不会惹祸上身？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我们更该清醒，极端个案从不是放弃善良的理由。严惩钟某不仅是告慰悠悠，更是在守护善有善报的社会共识。若恶行得不到惩戒，才会让更多人在善意面前却步。唯有让作恶者付出代价，才能让助人者敢伸手、愿伸手。曾艳华在悲痛中选择发声，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希望通过女儿的悲剧，引起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让更多家庭避免类似的痛苦。她的坚强背后，也是无数人对善意不被辜负的期待。14岁的悠悠还没来得及参加中考，还没来得及拥抱高中生活，生命就永远停在了2025年4月8日的那个傍晚。他的离去让一个老来得女的家庭彻底破碎，父母的世界从此失去了色彩。15岁的钟某用一把刀斩断了别人的未来，也给自己的人生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罪恶烙印。2个少年的悲剧碾碎了2个家庭，更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家庭要扛起责任，缺失的生命教育，缺位的监护管教，终将养出食人的恶。不要只盯着孩子的成绩，更要教会孩子敬畏生命，
明辨是非。学校也要守住阵地，法治的种子不早播，青春的土壤就会长出毒瘤。要把法治教育、生命教育落到实处，及时化解学生矛盾。社会也要筑牢防线，净化网络环境，减少暴力信息对青少年儿童的侵蚀。法律的判决或许能给这起案件一个最终的结果，但却无法让逝去的生命重生，无法抚平受害者家属心中的创伤。我们期待公正的审判，告慰悠悠的在天之灵，更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长大，懂得珍惜生命，坚守善良。这是对逝去青春最好的告慰，也是对未来最郑重的承诺。如今小区的夕阳依旧，但那个等女儿回家的母亲再也盼不到熟悉的身影。愿这起悲剧能刻进每个人心里，别让青春葬于利刃，别让善意死于恶行，别让本该璀璨的生命早早坠入黑暗。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